众所周知，女子100米短跨强者吴水娇被查出兴奋剂，遭体育总局禁赛4年。这个局面的出现，导致中国跨栏水平急速下滑，落后于世界各国。一个传奇的没落，也标志着新天才的诞生。2019年全国青年运动会女子100米跨栏的比赛上，湖南16岁新秀夏思宁发挥极其出色，以绝对的优势跑出13秒30，赢得冠军，成功打破全国少年纪录。但这个年龄段的女运动员呢，因为她的能力啊、力量啊，这专项能力肯定都是相对比较薄弱，她需要一个连贯的节奏来完成。鸣枪声响起，夏思宁和韩芷柔起跑反应较快，两人几乎同时攻上第一个栏。但第3个栏之后，夏思宁就展示出恐怖的速度实力，不断加速，强势超越韩芷柔。她与第2名相差5-6米的距离，最终夏思宁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3秒30，成功打破了全国青少年纪录。这个小运动员还是非常领航者的夏思宁，还是非常有实力的。来看到，因为栏间呢只有8.5米，他的速度能力是绝对优势，所以他在100米栏当中呢就占得了先机。这个过栏的时候，只要这个弓摆一形成，不太影响自己的栏间的跑的技术，就形成了不错的一个过栏，因为这个确实是非常矮，女子少年组的76的栏高。所以大家看到这跨栏呢，尤其是女子啊100米栏，无论是青年、少年还是成年级别，都是需要速度，它是更需要跑的能力。这个夏思宁的100米，如果是在这条赛道上，大家8个人重新比一枪，马是不难去。当然，天才也不是只有一个。在2021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全运会女子100米栏决赛，四川美女吴艳妮惊天逆转，豪夺女子100米跨栏金牌。一起来回顾一下，美少女戴怡如在第4道，吴艳妮在第6道，陈佳敏在旁边。鸣枪声响后，选手一股脑往前冲。过栏后，吴艳妮落后于其他人，陈佳敏则是处于领先。但之后，吴艳妮加速如猎豹般冲了上来，最终以12秒87的成绩夺冠，也再次刷新个人100米最佳。河南选手陈佳敏13.01秒刷新个人最佳，获得第2。他们的短跑天赋惊人，一点都不亚于吴水娇。而吴艳妮立志要拿1枚奥运金牌，以她现在的竞技状态，这个想法以后或许会实现。同时也期待他们2人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我们下个视频再会，拜拜。现如今，田径女子人才辈出，女子100米有梁小静和葛曼棋，启动爆发和冲刺都很强劲，几次在全国赛场和世界大赛上都表现奇佳，迅速从大姐韦永丽手上接过了女子100米大旗。
而女子跨栏方面人才也是居多，就比如在2019年第2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女子100米栏比赛中，18岁的戴怡如横空出世，以1码当先的优势确立了领先地位，最终以13秒36的成绩夺冠。戴怡如五官精致，笑容甜美，充满稚气的清秀面庞很有亲和力，看上去不是特别惊艳，但却十分耐看。戴怡如天赋异禀，她启动速度快，攻篮凌厉，平跑速度也很快。她与后程能力强的刘翔并不一样，倒是和老将苏炳添类似，都是个子不算太高，步伐不算很大，但速率惊人，前程能力启动强，就像在2019年世界田径锦标赛选拔赛女子100米栏决赛中，除了要运动员具备很好的速度，又要具备很好的协调性和灵活性，所以整体来说，应该说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我想，我们现在女子短跑的水平已经提高得很快了，100米跨栏项目很快的水平就会上来的。没错，这个项目先看这项决赛。一开始他就以超强的启动领跑众人，之后步伐更加顺畅，领先其他选手1个身位。但他后程体能出现了问题，最终戴怡如还是以 0.01 秒的优势击败了这位逆袭黑马。最终戴怡如跑出了13秒24，福建的邓雪玲则是跑出了13秒25的成绩，两人之间就差 0.01 秒。冠军的成绩是13秒24，看看要是非常接近啊，非常接近，可能最后决胜啊，也就是1%秒，或者是几的这样的差距啊，这后边的栏啊，就差一肩膀。对。年记得20天前的全国锦标赛，女子100米栏、男子400米，还有当时的男子的100米，都是决胜到了1%秒，最后都是决胜到了这个焦点的定格图片，非常激烈。这条跑道好像就是为这个激烈比赛准备的一条赛道啊。这女子100米栏也是非常接近，这个角度是看不太清楚。对，因为这个。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我们下个视频再会，拜拜。自2019年美少女戴怡如的横空出世，迅速让中国女子跨栏掀起了一段高潮。戴怡如以超强爆发领跑所有人，之后凭借 0.01 秒的差距夺冠。而在此比赛中，还有其他比较强劲的选手。就比如第6道陈佳敏与第5道的吴艳妮，他们都是省级以上的名将。俗话说得好，破茧成蝶。在2021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栏决赛上，吴艳妮和戴怡如又同场竞技。吴艳妮在第6道，戴怡如在第4道。吴艳妮一开始就往前冲，却落后于其他人。但在过了3个栏之后，吴艳妮就开始加速，像猎豹一样赶了上来，超越了戴怡如与其他人，最终以12秒87的成绩夺冠。从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出，戴怡如起跑很强，但在后程加速上有点缺乏速度和体力，而吴艳妮则一开始就没有其他选手启动好，但好在吴艳妮及时调整了节奏，后程加速和冲刺就更随心所欲了，真是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能断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关注一下，我们下个视频再会，拜拜。如今中国田径人才辈出，男子100米有苏炳添、谢震业等强将，女子选手有葛曼棋、梁晓静、孔令薇这几朵田径金花奋战。
扛起了中国短跑的大旗。而国内长跑项目也是有诸多人才的，在女子800米项目中有安徽姑娘王春雨，她以王者一般的姿态称霸这国内田径女子800米项目，如今已多次获得女子800米冠军，也在世界大赛上刷新过自己的800米个人最好纪录。领第一圈了。那张伟平第一圈的成绩非常快，但是他在第二圈这个速度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这边胡志英上来了，现在胡志英和王春雨展开了争夺。确实，张桂平就像我们说的，其实就像是一个兔子一样，牺牲自己，其实是为了让后边选手能够在第一圈这个节奏再快一点。就是到迟到1分50秒，现在开始最后冲刺。没机会了，没机会了。2分03秒82，这个距离世锦赛的参赛还差了3秒多。这女子800米的水平呢，现在提升的也确实非常快，横扫千军，其他的运动员很难跟他较量。王春雨今天是2分03秒82，距离自己的 PB 还差了3秒多。现在在最后阶段，在最后这个直到冲刺阶段呢，胡志英和王春雨的这种较量，还是让这个比赛最后的节奏有所加快。而这两个选手在直到阶段还是加速，两个人都是2分03秒8左右，差距非常小。而1500米的比赛上，彝族姑娘胡志英怒拔头筹。胡志英获得过2020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金牌。而在2021赛季，胡志英在女子1500米决赛中表现十分的突出，4分28秒92的成绩夺冠，实现了女子1500米2连冠。说句俗一点的话，就是他，这个场地其实也是非常现代化，也是挺新的一个场地，塔凳也挺软，就是比较慢，配速比较低。第一圈应该都到1分15吧，比较占便宜了，因为前面消耗不大。跑得很舒服，最后呢冲刺，谁的速度能力强，谁就比较占据优势。对这个他们中跑的运动员来说，要跑这个长度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难度。2分33等于400米平均每圈在1分16，这个就是非常慢的。对。对他们这个已经有这个训练水平的运动员，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对，很轻松。包括放松跑啊，可能做着挪动或者稍微带一点的节奏的就跑出来了。对。555号，这是来自山东的选手。现在还有最后200米，这会儿就拼起来了。胡志英从赛道加速，卡到位置非常的好。许双双也从赛道开始向前冲。这个呢，都是在前面保持体能不错的、很有经验的运动员。许双双是获得的第2，胡志英是冲到了第1。因为呢，前2圈是太慢了，前2圈都到1分16了，所以最后2圈这个变速呢，对大家这个强度的突然提升呢，实际上也是有很大消耗。女子3000米障碍赛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在之中表现突出的简直就是少之又少。唯一一位独自一人闯奥运会的，也就只有甘肃选手张心燕了。在2019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障碍赛上，张心燕连同劲敌徐双双竞技。比赛起初，选手们还能挤在一起跟跑，但途中要跨越35个栏架、7个水池，这让能力较弱的其他选手逐渐退出了争冠集团。特别的结实，对，因为刚才咱们说这个宽度了，是吧？实际上它是一个正方形，这么一个大长的一个
软的这个横木。垂直点就是这个栏架垂直点到跑道的表面是3.66米，也将近4米。对，看很多这个男运动员，就是我们经常讲钻石联赛、奥运会、世锦赛，肯尼亚的基普罗普张馨燕跑得非常。更多的时间，张馨燕是孤独前行，但这种状况不利于领跑者创造更好的成绩，因为他就连续去过这个障碍。张馨燕这个技术特点还真的非常适合练3000米障碍。你看她这个栏间的节奏，她在中国就女子中长跑运动员当中算这个节奏和动作幅度相对就是比较开阔的这样的运动员。能力和她这个步幅频率，要能够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搭配，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事情。是。所以我们要有一些好的教练员，能够根据运动员的具体条件，能够让他这个技术适合他个人的特点，那么就让他这个运动员能把他这个能力充分表现出来。我们看看他到现在跑的还是非常轻松的。对，他真是冲着9分40的标准冲的。对，这个成绩实际上是大大的超过了世锦赛的参赛标准。但是呢，这个中长美运动员不是说每一次你都能拿出那个自己的最顶尖的水平，冲着世锦赛的达标的水平去的。对，那最后一圈需要跑到，刚才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圈需要跑到1分左右。在最后一圈，张馨燕拼尽全力冲刺，最终以9分48秒57的成绩夺冠。是想再冲一下，再提升一个速度，可能有点勉为其难。哎，这身后的对手开始加速了，但是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这个呢，坎儿呢，就是先说张馨燕获得了女子3000米的冠军啊，就是她最后一圈的时候，运动员她对速度感悟非常敏感，她冲了一个弯道之后，再一看时间，她就知道大概9分40可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她可能就。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我们下个视频再会，拜拜。田径领域的短跑一直都不是中国队的强项，不过随着苏炳添、谢震业等人的崛起，男子短跑看点十足，但女子短跑也同样有很多值得关注的运动员，其中就包括了梁晓静、葛曼棋等人。葛曼棋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04，梁晓静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3。虽说个人最佳11秒13与韦永丽、葛曼棋有不小差距，但同场竞技中却是最为稳定出色的一位。梁晓静从小天赋异禀，到如今的崭露头角，梁晓静付出了很多汗水。2012年，15岁的梁晓静就已经在广东省中学生运动会夺得了100米、200米这2个项目的金牌。2014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梁晓静以11秒86获得亚军。在100米或60米的比赛上，梁晓静无疑是启动最强的存在。就连曾击败过世界第一飞人汤普森的荷兰美女希佩尔斯都险些阴沟里翻船。在同一级别中，梁晓静的启动是世界顶级的。不过，就算有非常好的启动，但在后程中没有加速的体力也依旧是于事无补。这样的短板在梁晓静的身上就很好的体现出来了，导致梁晓静失去了很多世界大赛的奖牌。目前，梁晓静处在改技术的适应阶段。在东京奥运会上，能否将100米成绩稳定在11秒10以内？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这一数据只是冲击女子100米决赛的敲门砖，这对于眼下的梁晓静倒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同时，希望梁晓静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再次突破自己。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我们下个视频再会，拜拜。